今天我们要聊一场被称为含金量最高的演讲。传说有一场演讲，让中国的投资大师段永平一连看了10遍，仍觉得意犹未尽。这是什么样的演讲？答案就是1998年，沃伦·巴菲特在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面对 MBA 学生所做的经典讲座。有人说这是巴菲特一生最精彩的演讲之一，因为其中蕴含了他关于投资与人生的精华智慧。据说段永平反复观看这场讲座至少10遍，可见内容何等发人深省。那么巴菲特在这场演讲中到底说了什么？他分享了哪些投资与人生的洞见，使得无数人奉为圭臬呢？那是1998年秋天，巴菲特来到佛罗里达大学，满头银发的他站在台上，面对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这位奥马哈的传奇投资家没有搬出复杂的图表，也没有讲艰深晦涩的理论，而是用风趣的语调聊起了人生道理。巴菲特告诉学生们，他相信在座各位既然能进入这所学校，已经拥有了成功所需的智商和勤奋，多数人将来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随即提醒，决定你最终能否真正成功的，并不仅仅是头脑和拼劲。巴菲特举了个例子，他说奥马哈有位企业家朋友在招聘员工时特别看重3样特质：正直的品格、聪明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幽默地说，如果一个人缺乏良好的品格，那么就算他聪明又勤奋，反而可能更危险，因为不诚实的人越聪明越卖力，往往把事情搞得越糟，不如他又蠢又懒还比较安全。接着巴菲特让学生们做了一个有趣的思考实验，他请 MBA 2年级的同学们想象，如果你可以拥有班上一位同学此后一生收入的 10%， 你会选择谁？条件是不能选家庭富裕的富二代，只能选靠自己打拼的同学。给大家1个小时考虑，你会把注压在谁身上？你会给所有人来个智力测验，选出智商最高的吗？未必。会选成绩最顶尖的吗？也不一定。还是选最有冲劲、最有活力的那个？可能也不是。因为坐在这里的同学其实智力和勤奋程度都差不多，想来想去，你很可能会考虑一些定性的因素。或许你会挑选那个反应敏捷、有领袖才能、能团结带动他人一起成功的人。这个人往往慷慨大方、诚实正直，自己做出贡献却愿意把功劳归于他人。他具备许多令你欣赏的品质。现在请把这些值得尊敬的优点写在纸的一边，然后游戏加码。为了获得这位优秀同学未来收入的 10%， 你还得同时做空班上另一位同学未来收入的 10%。 换句话说，你要挑出一个你最不看好的人，赌他将来表现很糟。那你会选谁呢？你不会选那个最笨的人，因为智商低未必意味着赚不到钱。你会想到那些让人厌烦的类型，他们可能学业成绩不错，但在品性上有种种缺点，让你和旁人都不想与之共事。为什么有人会招人嫌？原因很多。这种人也许自私自利、贪婪不诚实、投机取巧，或者弄虚作假等等。请把这些让人避之不及的缺点写在纸的另一边。现在对比纸两边列出的品质，你会发现左边那些受人敬佩的优点，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本领，不是能把橄榄球扔出60码远，也不是100米能在10秒跑完，更不是全班最英俊的外貌。这些品质是一些实实在在的行为习惯、气度和性格特征，只要下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再看右边那些令人厌恶的毛病，没有一项是天生非要不可的。如果你身上不幸有其中几条，只要下决心改掉，在你这个年纪都还来得及。因为大多数行为一旦成为习惯，年纪越大就越难改。俗话说，习惯的枷锁刚开始时轻得难以察觉，到最后却重得令人无法摆脱。这话确实不假。巴菲特语重心长地说，他见过一些人，有的和他年纪差不多，有的比他年轻10几20岁，却染上了自我毁灭的坏习惯而无法自拔。他们走到哪都让人避而远之。本来他们不必如此，但恶习日积月累，到了某个阶段就几乎无法改变了。所以趁你们年轻，想养成什么习惯，塑造什么品格，现在都有充分的主动权，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不让纸左边那些优秀品质成为自己的习惯呢？当你做到这些，你就会成为那个连自己都愿意买下他 10% 股份的人。而更妙的是，你天生已拥有自己 100% 的股份，可以不断提升自身价值。
相反，如果你发现自己右边那张纸上的缺点也占了几条，请趁早下决心改正。越年轻改掉坏习惯，你的未来就会越光明。透过这个简单的游戏，巴菲特点出了第一个主旨：成功并不取决于高智商或充沛精力，真正决定高度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和习惯。正直比聪明更关键，好习惯比天赋更重要。接下来，巴菲特开始分享他的投资心得，几十年的实战经验让他归纳出几条看似朴素却极为深刻的原则。首先，他谈到了自己年轻时走过的弯路。巴菲特笑着说，刚开始投资时，他很喜欢捡雪茄蒂。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打了个比方，好比你在街上走，发现地上丢着一截别人抽剩的雪茄烟蒂，虽然又湿又脏，但里面还能抽上一口。你捡起来，美美的免费吸了这一口，然后把烟蒂扔掉，再到街上继续找下一根。这就是他早年奉行的投资方法，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一家资产价值明显高于市值的公司。尽管公司本身状况不佳，但至少还能从中榨出最后那一口价值。这种捡烟蒂的方法称不上高明雅致，但确实有效。它能让你用极低的代价捡便宜货，短期内捞到一些利润。巴菲特说，他刚入行时也靠这招赚过钱，比如买过一些股价远低于营运资金的股票，甚至还收购过风车公司、有轨电车公司之类的便宜生意。然而他发现，这类收益缺乏可持续性，只是一锤子买卖，并非理想的投资方式。那些捡来的公司往往本身是夕阳行业，或经营不善，时间拖得越久，企业价值就越往下掉。随着阅历渐长，巴菲特领悟到另一个道理：时间对不同企业的作用截然不同。对优秀的企业而言，时间是助力其成长的朋友，而对糟糕的企业来说，时间却是加速其衰败的敌人。如果你长期投资一家平庸甚至糟糕的生意，就算买入价再低，最终也很难获得好结果。反之，如果你选定的是一家出色的企业，即使买入时价格稍高，只要耐心长期持有，最终仍能收获不错的收益。巴菲特以日本市场为例，他说，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虽然规模庞大，但在他看来，真正卓越的公司并不多。很多企业规模很大，却缺乏对股东负责的意识，股本回报率偏低。即使经济繁荣，如果企业缺乏内在竞争力，投资回报终究有限。因此，那时他一直没有在日本投入资金。不过他也表示，如果未来日本的企业文化有所改变，管理层对股东更加负责，让企业的股本回报率提升，他会继续关注新的机会。毕竟在利率只有 1% 左右的环境下，只要找到优秀的企业，长期坚守依然值得。紧接着，巴菲特强调他只投资自己能理解的企业。他坦言，世界上他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但幸运的是，他懂得已经足够他赚大钱，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筛掉 90% 以上他不理解的行业，只专注在自己能力圈内的领域。所谓能力圈，就是指你真正了解、有把握的知识范围。每个人的能力圈大小不同，但重要的不是圈子有多大，而是要清楚划定边界，始终待在自己的圈子里。巴菲特希望拥有的企业就像一座有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城堡，城堡里的生意价值连城，守城的公爵，公司的管理层诚实勤奋又能干，而护城河则代表着强大的竞争优势，足以抵御外敌入侵。以 GEICO 汽车保险公司为例，它的护城河就是低成本。车险是一种每个车主非买不可的产品，服务品质相差不多时，价格高低往往决定胜负。如果你能成为成本最低的保险供应商，就等于在自己的护城河里养了一群鲨鱼，竞争对手很难攻破你的城堡。巴菲特还谈到护城河会发生变化的例子。几十年前，伊士曼柯达公司的护城河曾经和可口可乐一样宽广，当时每个人照相都用柯达胶卷，人们相信装在那黄色小盒子里的胶卷可以让照片保存几十年甚至更久。柯达因此赢得了全世界消费者的信任。这种信任就是强大的心智份额比市场份额更宝贵。然而后来，柯达逐渐丢失了一部分优势，甚至迷失了方向。富士公司趁机而入，通过赞助奥运会等方式不断侵蚀柯达的市场份额。比如富士拿下了原本属于柯达的奥运指定胶卷权，
让大众一下子认可了富士作为柯达强劲对手的地位。反观可口可乐，它的护城河如今却比30年前更宽了。也许我们日常感觉不到，但每当可口可乐在某个国家新建工厂、拓展渠道，它的根基就稳固一分。巴菲特特别指出，可口可乐有一个独特优势，没有味觉疲劳。无论你早上9点、上午11点，还是下午3点、傍晚5点喝可乐，对你而言味道始终如一，不会因为一天中喝了多次就觉得腻。然而奶油、汽水、沙士等其他饮料就不同，喝一阵子后，味觉会产生堆积效应，大多数食物饮料都是如此，吃喝过多就会让人倦怠腻烦。他举例说，公司曾允许员工随意享用巧克力，第一天大家吃得不亦乐乎，可1周之后，每个人吃的量就恢复到平时正常水平了，因为巧克力吃多了会腻，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然而可乐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全球各地都有可乐的重度爱好者，有人每天要喝5瓶可乐，甚至有人每天喝7、8罐健怡可乐。换做其他饮品，几乎没人能这样天天喝而不厌烦，这也造就了可口可乐惊人的人均消费量。在世界上一些地区，人们每日摄入的液体约有64盎司，对于喜欢可乐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把这64盎司全部用来喝可乐而不觉乏味。但如果换成其他单一饮料，恐怕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正因为上述原因，如今全球每天售出的8盎司装可口可乐超过10亿份，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攀升。几乎每个国家可口可乐的销量都在增长，人均饮用量也在提高。可以预见，再过20年，国际市场将成为可口可乐主要的增长引擎，其增速会远远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所以巴菲特更加看好可口可乐在全球的长期发展潜力。当然，目前看可乐短期内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这并不影响它长远的发展趋势。巴菲特讲述了一段往事，可口可乐公司于1919年上市时每股股价40美元，坎德勒家族在更早以前以2000美元买下了整个公司。公司上市不到1年，股价就跌到了19美元，跌幅高达 50%。当时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灾难，把股价暴跌归因于糖价上涨、装瓶商抵制等，认为那时投资可乐并不是好主意。此后的数十年里，世界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第2次世界大战、糖料配给、核危机等许多重大事件，每一件看起来都不利于投资环境。但如果有人在1919年以40美元买入一股可口可乐股票，并将股息持续再投资，那么到了现在，这一股股票的价值大约会成长到500万美元。这充分说明，对企业业务的准确判断才是投资成功的关键，而选择时机相对次要且棘手。所以对于拥有优质企业股票的投资者来说，无需过分担忧某些短期事件对企业下一年业绩的影响。不同刑期内，政府可能推出价格管制等政策，确实会影响许多优秀企业的短期利润。比如遇到物价冻结，我就无法在12月26日照常提高 See's Candies 糖果的售价。但这并不意味着 See's Candies 是一家糟糕的企业。早在70年代初，我们就经历过物价管制。对于一家真正优秀的企业，我们能判断出它未来的大方向是向上的，只是不容易精确预测它每一步发展的时间节奏。因此，投资者不应过于纠结进出场的时机，而要把重点放在对企业本身价值的研究和判断上。只要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前景看得准，就没必要过度担心买卖点的问题。接下来，巴菲特话锋一转，谈到投资中的风险意识。他提醒大家，在金融领域，一无所知和自以为无所不知都是很危险的。他讲述了近期震动华尔街的一件事。大约就在演讲前4周，知名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了崩溃边缘。那是由一群华尔街传奇人物组成的公司，阵容豪华，包括约翰·梅里维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和斯科尔斯等在内，共有16名合伙人。他们的平均智商极高，累计从业经验可能有350年到400年，而且其中大多数人还投入了数亿美元的自有资金。按理说，这样一群又聪明又有经验，自己财产也与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的人，应该能功成名就才对。没想到，
最后他们还是破产了。巴菲特对此大惑不解，他打趣说，如果要写本书讲这件事，也许可以叫为什么聪明人会做蠢事。他的搭档查理芒格甚至笑称，这本书干脆可以当作巴菲特的自传。紧接着，巴菲特郑重指出，这些 LTCM 的合伙人其实非常正直，他对他们充满敬意，他们并不是坏人。当年我在所罗门公司遇到麻烦时，他们还曾给予我很大帮助。然而在投资决策上，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获取那些其实并非急需的额外收益，他们甘愿冒着失去自己已有的一切的风险，这种行为实在太不明智了。在投资中，智商高低并非成败的关键，如果你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去冒失，去对你至关重要的东西的风险，那是毫无意义的。巴菲特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假如有人拿来一把左轮手枪，里面有1000个弹膛，只装着1颗子弹，并开出诱人的条件，让你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扳机，即使报酬再高，你会愿意扣动扳机吗？他说他绝对不会，无论对方开价多少，这种赌注都不值得去冒，因为潜在的危害实在太大。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做投资决策时并没有认真思考风险，盲目的去参与一些高风险的投机行为。有一本书的名字非常精辟，作者是沃尔特·古特曼，叫你只需要致富一次。仔细想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假设你年初有1亿美元，不使用杠杆投资，赚 10% 的收益，1年后你会有 1.1 亿美元。但如果你用高杠杆连续冒险投资很多次，每次收益 20%， 1年后或许能得到 1.2 亿美元。然而长远来看， 1.1 亿和 1.2 亿对你的生活真的有多大差别吗？如果年底你不幸离世，别人撰写你的传记时甚至可能把数字写错，即便你拥有 1.2 亿，也可能被写成 1.1 亿。从这个角度说，多出来的 0.1 亿对你的家庭和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过度冒险投资，特别是在你替他人管理资金时，如果失败了，带来的后果却不仅仅是金钱损失，你还会陷入耻辱和愧疚之中，不得不面对那些因你的决策而蒙受损失的朋友和合伙人。巴菲特表示，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合理理由能让这种铤而走险变得值得。但那16位高智商、品行端正的人却陷入了这种陷阱，未免太不理智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过度依赖自己认为万无一失的模型，导致了悲剧。巴菲特提到，他在所罗门兄弟工作时就遇到过类似情况。当时有人跟他说，6西格玛甚至7西格玛级别的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但结果证明他们错了。历史数据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金融事件概率，可有些人却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有人认为股票的贝塔系数可以衡量风险，但在巴菲特看来，贝塔值并不能真正说明股票的风险。高斯曲线的标准差也无法可靠预测企业破产的概率。或许现在他们也意识到这点了。不过巴菲特强调，他并不是单单拿 LTCM 的例子说事，因为类似的错误可能换种形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了解的很多，但这不代表我们对所有重要问题都能做出正确判断。我们往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认知盲区。正如华尔街前辈亨利·考夫曼提醒的，投资领域里会破产的人主要有2种，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另一种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这句话令人警醒。巴菲特说，在他的投资生涯中，他一直奉行谨慎原则，基本从不借钱炒股。他主要是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获得的浮存金来进行投资。即使在他只有1万美元资产的时候，他也不会借钱投资，因为他觉得借钱投资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无论拥有1万、100万还是1000万美元，他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安享生活。除非遇到紧急的医疗状况等特殊事件，否则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投资和生活方式。谈到投资失误，巴菲特坦言，对他和查理芒格来说，最大的错误往往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疏忽没做什么。有些生意明明我们了解得很透彻，也知道存在投资良机，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却没有出手，结果错过了许多本可以赚得数十亿美元的机会。那些我们不懂的领域错过就算了，但对那些本应把握却没抓住的机会，实在让人扼腕。比如微软，
尽管它是一家非常成功的科技公司，但我不懂它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发展，所以哪怕知道它很赚钱也不会去碰。但像医疗保健类股票，我是有能力理解分析的。当年克林顿推出医疗改革计划时，蕴含着投资契机，我们本可以从中大赚一笔，可惜最后没能抓住，实在令人惋惜。还有80年代中期的房利美，我对它的业务也很了解，同样错过了赚钱的良机。这些疏漏导致的潜在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且这些机会成本并不会体现在财报中，往往很容易被忽视。几年前，我在购买美国航空公司优先股时也犯过一个错误，当时我手头现金充裕，可能正因为钱太多，我放松了警惕。扎里提醒过我，不要闲着没事在办公室转悠，以免因为无聊而冲动投资，但我最终还是没管住自己。我被美航优先股看似诱人的条款吸引，没有充分考虑其背后业务的风险，就轻率地投入了资金，结果差点血本无归。后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避免再冲动投资航空股，我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800热线，每当我又有购买航空公司股票的念头，就打这个电话让别人好言相劝，帮我打消想法。我本身其实非常迷恋飞机，有时忍不住想投资航空业，但热线那头会提醒我保持冷静，不要鲁莽行事。最后虽然我们挺过去了，但美航的这笔投资还是让我们陷入巨额亏损，差点全军覆没。我们的确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付出了代价，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不能仅仅因为某种证券本身看起来诱人，就忽视了其背后业务的实际状况。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也犯过类似错误，我买入了一家公司的某种很有吸引力的证券，但如果单纯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我根本不会去碰这家公司。这同样是错误的，只因喜欢某些条款就盲目投资，却没有全面评估公司的价值。我清楚自己未来还可能犯错，但我希望能尽量避免此类低级错误。相比之下，疏忽导致的错失良机更加严重。比如，当我只有1万美元时，我把其中2000美元投资在一家汽油站上，结果那笔钱打了水漂。如今回头看，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高达约60亿美元，实在惊人。有时我自嘲说，如果伯克希尔的市值下跌，那我当年投油站亏掉的2000美元看上去好像也没那么多了。当然，这只是玩笑话。我深知机会成本的重要性，所以一直强调要从别人的失误中汲取教训。不过我和扎里并不会花太多时间纠结伯克希尔过去的错漏，因为我们更愿意向前看，未来还有无数机会等待我们去抓住。如果你犯了一个典型错误，比如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只因听了别人的建议就买了某个你不了解的东西，那你应该从中学到的是坚持只做自己能搞明白的事。你需要确保每一项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方说，如果你打算以55美元的价格买入100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你必须能说出一个明确的理由。如果你说不出为什么，那你就不该买。如果你只是因为有人在酒会上跟你推荐，这理由就不够充分，一定要有充分合理的依据，而不是因为成交量大、图表好看之类的借口。每次购买股票都要有自己的充足理由，我们一直非常谨慎地坚持这一点，这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教给我的一条重要原则。巴菲特表示，他真正追求的是那些自己心甘情愿长期持有的企业。我们投资时寻找的正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永远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并购买他们的股票。就像我对可口可乐的看法，我坚信在未来10年甚至15年，可口可乐都不会失去价值。发展过程中或许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但这类风险极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投资时追求的就是自己愿意长期握在手里的企业。对购买伯克希尔股票的投资者，我也抱有同样期望。我希望他们买入时心里就是打算长期持有，甚至永远持有这些股票。当然，我也明白，由于现实因素，他们可能无法一直拿着不卖，但我仍然希望他们在做出买入决定的那一刻，是把伯克希尔看作一家值得长久相伴的企业。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正确的投资方式，只是我更倾向于吸引这样的股东加入，因为我不希望伯克希尔的股东结构频繁变动。我通常把伯克希尔股东的稳定性作为衡量公司发展状况的一个标志。稳定长期的股东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一座教堂的牧师，每个星期天有一半教众离开，我肯定不会觉得这值得高兴，不会拿很棒的周转率来形容这种情况。相反，我希望每个星期天教堂里坐的都是熟悉的面孔，大家一起营造稳定和谐的氛围。这其实和我看待所投资企业的态度一样，我们渴望找到那些真正值得长期拥有的企业，只可惜市场上这样的公司并不多见。巴菲特回忆，创业初期他手中资金有限，但脑子里的投资点子却很多。那时他经常需要卖掉一些认为潜力相对较小、吸引力不够的股票，来换取资金买入新发现的、价格更有优势的标的。不过多年下来，这样的难题已经不存在了。如今，我们希望投资的企业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久，都能像当下这样令我们满意。当然，如果碰到极有潜力的大型收购项目，我们可能需要卖掉一些现有资产来筹措资金，但即使如此，这也算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参与更优质的投资项目，推动公司更上一层楼。在投资时，我们从来不给自己设置目标卖价，比如，我们不会说以$30买入某只股票，等涨到40、50、60甚至$100就卖掉。再比如，我们收购 See's Candies 这类非上市公司时也是如此。当初伯克希尔以$2500万买下了喜诗糖果公司，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过，如果有人出价$5000万就卖掉它。在我们看来，以短期的价格波动来决定买卖，并不是正确看待企业价值的方法。真正优秀的企业，其价值远远超出一串股价数字。我们更看重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和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巴菲特分享完投资心法后，还谈到了人生道路的问题。事实上，这场演讲后半部分的内容已经超出了投资本身，更像是一堂人生指南课。他提到前几天和一位哈佛的研究员聊天，那位年仅28岁的年轻人经历非常丰富，履历精彩得令巴菲特惊叹。交谈中，巴菲特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说，拿到 MBA 学位后，考虑去一家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因为这样能让自己的履历更好看。巴菲特听了，笑着反问这位年轻人是否真心喜欢那份工作。他指出，对方才28岁，履历已经比大多数人精彩。若只是为了让简历更漂亮就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难道不是在为退休攒精力吗？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很宝贵，等年纪大了，你理应已经在做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年轻时为什么不就去追寻自己的热爱呢？透过这次交流，巴菲特传达了他的理念。他建议大家找工作一定要选择自己热爱的，而不要仅仅因为一份工作能让简历好看就勉强接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强的动力。如果你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即使工作强度很大，每天早上你仍会迫不及待地跳下床，充满激情地投入其中。他以自身经历作证，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一心想为恩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工作，甚至主动提出可以无偿效力。虽然格雷厄姆一开始拒绝了，认为没有适合他的职位，但巴菲特没有放弃。在随后的3年里，他一边从事证券销售工作，一边不断给格雷厄姆写信，分享自己的投资想法。最终他如愿以偿，为格雷厄姆工作了几年。那段经历极为宝贵，在此期间，他每天都做着自己热爱的投资研究，每一天都干劲十足，充满热情。巴菲特说，即使你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也依然应该去找一份工作，一份你真正喜欢的工作，因为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本身就会带来巨大的乐趣，还能不断学习，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人兴奋不已。这份工作给你的收获远远超过金钱。至于起薪的高低，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从事自己热爱的投资工作本身就让我乐在其中。他笑言，如果有人认为拥有2倍的财富就会比现在快乐2倍，那多半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幸福是找到你感兴趣的事情，并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如果有人天真的以为赚到10倍、20倍的钱就能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那很可能会误入歧途。为了追逐财富，人们也许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比如举债投机，或者在工作中偷工减料。但长远看，
这些行为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会让你将来回首时充满悔恨。说到这里，巴菲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问题，他问大家，如果能让生活更幸福快乐，你会做出哪些改变呢？思来想去，他觉得唯一想改变的大概就是挑一个更好的基因库，比如那种家族成员平均能活到120岁的基因库，或许能让人拥有更健康长寿的人生。不过不得不说，我现在已经非常幸运了。为了说明自己有多幸运，巴菲特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在你出生前24小时，有个精灵出现，告诉你他想请你设计一个你将要出生其中的世界，但他拿不定主意细节。你有24小时时间，可以决定这个世界的社会规则、经济制度以及政府形态，而你和你的后代都必须在你设计的这套规则下生活。你也许会问自己，真的可以任意制定任何规则吗？答案是可以的，但这其中确实有个条件，你不知道自己出生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能是黑人，也可能是白人，可能出生在富裕之家，也可能极度贫穷，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可能一生健康，也可能病痛缠身，可能天资聪颖，也可能资质平平。现在不妨仔细想想，你会设计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巴菲特认为，这个假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思考社会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抽到哪颗签，处在未知状态，所以你大概率会希望设计一个能生产大量商品和服务的世界，这样人们整体上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并且随着时间推进，物质越来越丰富，你的孩子可以比你过得更好，孙子又可以比你的孩子过得更好。同时，你也会希望这个世界有完善的保障机制，不至于让那些运气不好、抽到不利人生签的人被社会抛弃，而是能确保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说到这里，巴菲特反观自身，他发现自己非常契合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他擅长分配资本的才能得到了用武之地，并借此取得了成就。但仔细想想，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一座荒岛上无法离开，那么在那种环境下，最有价值的人肯定是那些能种出最多粮食、解决大家温饱问题的人。就算我会分配资本，在荒岛上也没人会在意。所以我能在当今世界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处的环境给了我机遇。比尔盖茨也曾打趣说，如果我出生在几百万年前，以我的能力，可能第一天就成了某种野兽的盘中餐，因为我跑不快，也不会爬树，根本无法在残酷的大自然里生存。由此可见，能出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我真是无比幸运。巴菲特让大家换个角度想一想，假设现在有一个装着全世界所有人名字的签筒，大约58亿支签代表着当时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如果允许你把属于自己的那支签放回去，然后随机抽取100支，你必须从中选择一支作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在这100支签中，大约只有5支代表美国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确保自己还在美国，只有 5% 的概率能如愿。而且这5支签中，一半代表女性，一半代表男性，一半智商高于平均值，一半低于平均值。面对这种情形，你还会愿意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重新抽签吗？我想，多数人都不会选择重新来过。这意味着大家都意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其实非常幸运，已经属于全世界最幸运的那1%。此刻坐在这里的我们，都在这最幸运的少数人之中。巴菲特说，他很庆幸自己出生在美国，当年出生在这个国家的概率是1/50。我也很幸运地拥有支持我的父母，成长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好机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的投资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换来了财富。但实际上，像领导童子军、主持主日学、培养优秀的子女这些同样有意义的事，并没有因为我的才能而给我额外的回报。所以我深知自己的幸运并不完全来自个人能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与环境赋予的机遇。如果可以再次选择，我还是希望延续这份幸运，而保持幸运的方法就是去做一辈子都热爱的事情，结交自己喜欢的人。在工作中，我只和自己欣赏、
喜欢的人合作，即使有人告诉我和一个让我讨厌的人合作做生意能赚1亿美元，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因为在我看来，这就好比为了金钱而结婚，无论怎样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尤其当你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却还要为了更多的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那就太不明智了。所以真要让我重新选一次，我想我还是会过和现在几乎一样的人生，坚持自己的热爱，珍惜身边的人，享受每一刻生活。以上就是巴菲特在这场经典演讲中与年轻人分享的投资智慧和人生哲理。没有华丽艰深的辞藻，只有源自数十年经历的真知灼见。概括起来，他传递了几条箴言。为人处事方面，正直比聪明更重要。年轻时就该养成好习惯，远离那些毁掉自己的恶习。投资理财方面，耐心胜过急躁，长线胜过短炒。务必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只选择优秀且自己看得懂的公司长期持有，千万别为了一点小利铤而走险。人生道路方面，热爱比名利更可贵，要投身你充满热忱的事业，与你欣赏的人同行，不为金钱出卖原则，常怀感恩之心，珍惜自己的幸运，并努力去帮助他人。正因为这场演讲蕴含了如此丰富的人生智慧，它被许多人誉为巴菲特含金量最高的一次公开课。难怪段永平反复看了10遍，仍津津乐道。每看一次，他都能从中领悟出新的道理。尽管岁月流逝，但巴菲特在1998年讲述的这番投资与人生之道依然如指路明灯，照耀着无数后来者的道路，不仅教给我们如何投资，也启发我们如何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人生。